这个故障我闭着眼都能找出来是哪里的原因。我看你是冒屁屁打飞机。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？就是有时候经常那个跳闸，经常跳闸，还是和以前经常跳一样。那个闸在哪呢？闸在哪嘞？这是刚搬的家，搬家之前我给他修过一次，搬家之后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。他有时候总闸他都跳，总闸也跳，时不时的跳，时不时的跳他这个。刚开始吧5、6天一直没跳，完了有一天哈，他经常就连着跳好几模。有时候一上晚不跳，用哈他。这就是接那个锯的。对，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就跳了。哎呀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故障是因为这个锯，它的地线接成了零线。这一次呢，这是个地线呀。我把闸拉起来。我上次都说了，这是个地线。那个黄的是地线。它不能接。现在这是个地线，那头接了个零线。断电以后拆开看一下是不是？那是个地线，那接外壳的，和上次犯的错误是一样的。那头接设备外壳的地线，它接零线上了，给它掐断。然后这个需要接地的，接入大地的。我先把这个地线压在设备的外壳上，回头再给它做一个接地连上来。先送上电让他们干活。现在电路正常了，他们几个是我的粉丝，还天天看我的视频，还买了我的电笔，还不会用，还得让我教一下。我教你怎么去用啊。电磁针装上了，摁这个开机，开了是吧？你测电压的时候怎么去测？按照这个去测。你看啊，这样是感应有没有电。按住喽，它就显示个对地的电压。你要测量3项电压对地是不是一样的，是不是电压一样的，相差不差，大差不差就行。你的电压还挺好，测零线带不带电，地线带不带电？地线带电对吧？地线带电。带电。它这个地线带电是因为没做接地，地线没导入大地，做完接地以后它就是零伏，所以它这个要做接地体。好了，这个活看似简单，其实也不难，只是它这个维修费花的是不是有点冤？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我点启动就是不好使，设备突然就运行不起来了。这边是个急停停止按钮，是操作面板后边的开关不好吗？这种按钮坏的可能性不大，还得从控制柜里边找原因，是不是没有电送进来呀？这里面这些电闸、控制电闸都没有跳的，电源块的指示灯都不亮，证明没有通电。控制柜的主电源就是总闸在这儿，是不是没有电进来呀？以前维修闹过这样的笑话，一看是外面没合闸，看一下这个进线有没有电压，测3项的进线电压，3项之间很好，都是400伏。电压没问题，经过了一个保险丝，保险丝出来的电压也是很正常，没问题，不缺项。下面有一个隔离控制变压器，380变成220的，看有没有输出吧。没有，输入电压也没有，整个控制柜的控制电路都要通过这个变压器，变压器没有电，当然就启动不了喽。那就找这个变压器的2根380的输入电源，380伏的电从保险丝出来以后，接到了这一个交流接触器的进线，进线电压是没问题的，测的电压正常，用电笔测量也都正常，都有电。这个交流接触器的下端就是输出端，其中有2根线，2路火线接到了这个变压器的输入端，输入2根火线380，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接触器吸合接通主电路，下面的输出才有电，控制变压器才有电输入。接触器吸合就是给线圈通电，线圈测一下线圈，接到221有电，221是个火线对，221就是主电源，应该是零线。这个是带电的，这个 N5是零线吗？我先拉一下电闸，
看一下接触器的线圈电压。先验一下电。安全第一。接触器上面这些灰看不清了，看一下线圈电压是不是220伏。看不太清，是220伏。220伏，那这个 N5 就是零线。就找一下 N5 从哪过来的。N5 接到了这一路热继电器的长臂触点，然后这几个热继电器长臂触点是串在一起的，从那头开始 N5、N4、N3， 一直到这边 N2。那再送上电看一下。先从接触器零线开始，电比侧亮灯，这个 N5 也亮灯，线没断。N4 亮灯，这个触点是通的，正常。下一个亮灯，也亮灯，是通的，正常。往前测 N2 不亮灯，从这断开了，这个触点是断开的。正常情况下它是导通的，就是要亮灯一块亮，显然是不通的。为什么不通呢？这两个线接热继电器的长臂触点，这个触点正常是导通状态。当热继电器下面的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出现缺项，或者是过载，转不动，电流过大，它会热保护弹开这个触点。这个应该是自己可以自动复位的，我给它按一下复位，然后再测量这两个触点。导通了。导通的状态也不对呀，零线不应该带电呀，零线还得往前找，应该有断开的地方。它下面有个进来的主零线，这个进来的零线是正常的。那我瞬间明白了，它的启动停止控制回路控制的是零线，就是这个启动自锁电路控制的是零线，在接触器这儿还没接通，就是还没启动。那我现在点启动，这样就好了。现在显示屏开始启动，这些4伏控制器也都通电了。这个主交流接触器吸合了。现在在测这些零线，都正常了吧？刚才不正常是热继电器有问题吗？还是下面的电机有问题？测一下这一路电机线，拉掉电闸，测量下面的电机是不是缺项的，不然这个热继电器不会无缘无故的断开。先做一个调零，测一下往电机走的这3根线，接电机的这2项电阻正常。看一下另外2项，没有电阻。再看这2项，也没有电阻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这2项线圈是正常的，是不是热继电器断了呢？电机线是 U1V1W1， 在下边端子排有，直接测这个端子排，直接测电机线。这2项有，另外2项没有，确实没有。再测另外2项，还是没有。找一下这个电机线，留的还挺长，往设备里面走了。看到了，就是这个电机，3项小电机。那就打开这个接线盖，3项小电机星形接法，在这直接用表来测量这3项线圈之间，电阻正常，这2项电阻也正常，另外2项电阻也正常。很奇怪啊，在那头测的电机是缺项的，在这头测的都通都好，那是线有问题啊，还是说线鼻子没压好啊？用手往外拽了拽，这些线头还可以，没有松的，那是哪里的原因呢？是我测的有问题吗？再回来测一下，这2项摆到10，这2项摆到11、12，另外2项也摆到12，怎么测的又通了呢？电线都看着挺新的，线鼻子都压的没问题，在明面上看这些电线确实没问题，就是现在用眼看到的地方都没问题。是线鼻子虚接了吗？虚接就是没压紧呗。也好，我这一拉还真拉掉了，把线头给拉掉了。
鼻子这上边线头下来了，您说是这个线没压紧的原因吗？刚才测的就是这个红线，就它不通，其他2根线都正常。我把这个线头接上，其他2个线头压的都很好，去那头再测一下，这样应该就好了吧？再测一下，还是不好，问题的原因还是没找到，不是线头的问题，我得给它来个全拆。现在我确定这个电缆线有问题，但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确实没问题，得去眼看不到的地方找一找。电机后边，电机后边看看也没什么呀，就一个扎带，这里用一个扎带来固定线。发现问题，这个电线有破损的地方，应该不是我拉断的，应该是磨断的。这个线固定在电机上，这个电机会来回的摆动。现在这个线很硬，处于一种老化的状态。本来这个线很软，现在都硬邦邦的。很明显，这个线在这儿是有问题的，是它的原因造成了电机缺相。这个线预留的很长，我直接把老化的这一段线给剪断，重新接上电机。当然，现在在测这个电阻，3项线圈都是一样的，都很平衡，直接通电。现在可以大胆的开机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